房市保命符，借名买房就借名登记啦，变成噩梦一场。房贷迟缴，为什么最后伤的是你？先说结论，借名登记不是躺着赚钱呢。对方如果迟缴房贷，会爆掉的是你的信用哦。我现在讲的是你的名字借给人家买。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说通膨这件事情哦，通膨正在吃掉你的头期款。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借名登记会毁掉你的信用哦。这是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借名买房变噩梦，堂哥拖10多年迟缴房贷，害堂妹信用被拖累。那真实的哦，那内容是这样，就是堂妹好心呢，就把自己的名字借给堂哥去买房。然后双方签署一个协议书，约定由堂妹的名义去买房，然后办房贷。那后面所有的购物成本、税费跟房贷，就是那个堂哥要缴。然后奇怪的事情来了，堂哥当时承诺3到4年就会卖房，但是一拖10多年，没有卖就算了，他后面房贷就开始动不动迟缴，那就导致堂妹的个人信用就受到影响，堂妹不堪其扰，然后把堂哥告上法院。你看这个真的是贴破冰呢不然大家亲戚亲戚就是很好嘛，才会好到说他当初他愿意签这个协议书嘛，现在要把人家告上去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判定说堂妹胜诉，堂哥必须要配合办理该房产的所有权移转登记，并且带堂妹向银行清偿该房产贷款的全部的余额跟利息跟可能会产生的违约金你看这个就是一直说我不喜欢借名登记。房地产这种事情单干就行了，你找人合作的当下大家都是好来好去的稍有不慎或稍有差池，大概也会贴破冰了。两个人还是堂哥堂妹呢，没事都没事，一出事直接就告上法院了。然后你认为说这个堂哥跟堂妹未来的关系会不会重修旧好？他们过年还是要一起吃饭的你看怎么可能？所以你要知道，银行不认你们的书面约定以这个案例来说，堂妹一定觉得自己很委屈啊，我就是借你名字啊然后到时候房子有卖掉有赚钱的话，大钱也是全部你拿走，结果你现在这样破坏我的信用安怎都安怎，这就要回到抵押权的问题了以这个案例来说，对银行来讲，这个房子登记在你的名下，抵押也设定在你的名下，银行要追钱的时候他就是追你不然追谁？你说没有，我有个协议书拜托这就不是官方的文件他不会管你说你跟谁谁谁有协议说是他要缴，是他没缴害到我，所以你去跟他追，银行最好理你这个。只要房贷一迟缴直接破坏的就是你的信用的记录了。这个影响可大可小，最轻微就是让你之后申请这种贷款的时候额度变低，利息很高，严重的话会让你借都不能借因为银行觉得借给你钱这个风险太高。就算之后你证明了没有这是借名登记法院也判你赢的话，但是法院事实上也是怎样，也是叫对方要清偿而已他没有叫银行说因为这是借名登记，当事人是无辜的，所以你要把他联征上的迟缴记录全部都给他清掉，没有还是留着就算之后联征记录都已经回归正常了，那当时借你款的那间银行，它内部记录上还是会有足迹，所以就等于说你这样硬生生就消耗掉一间银行对你的信任感最后你要知道，借名登记前先咨询律师我要特别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听到我要你先去找律师第一反应就是说哪有那么严重，我自己 AI 问一问就好了我又不是跟人家打官司，我就借个名字。我跟你说问题就在这里借名登记它麻烦地方就在于说一开始你都认为不会出事，你认为会出事你还去签，对不对最常是怎样，就是人家会把它包装成好像不借白不借很好这样，你就签个名字然后就可以拿钱了，你还觉得说对方是亲戚是家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人，甚至觉得说我现在拒绝他会不会很没人情味，很不给面子可是我要讲一句比较直接的法律没有在谈人情味的，你知道，所以你在借名登记以前就是先找律师做咨询，这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你至少要知道说这个忙你帮了以后会有什么风险，最坏的情况是怎样，可以的话就律师帮你拟一个借名登记的协议书嘛把你的权利义务都争取的好好的，你看他敢不敢签，对不对？现在是你要用我的名字所以他大概就会平压蹦蹦去找下一个比较随便的人，就是这样，那不就侧面反映说这是有风险的事情吗？很多人以为说就私下签一份协议就够了，甚至那个协议书也不是对方特别列，就网络上随便抓或是就叫 AI 写下来就印下来，然后两边就签了，就这样。
那你如果有去问律师的话，律师是可以帮你拆解你这份协议对你保护到底是怎样哪些地方是写爽的，就算写上去法律上也会判无效的所以最好你在签名之前要有人帮你把坑都找出来。因为亲戚他今天要你签，他只会跟你讲放心嘛，没代志啦，但是律师会跟你说你哪边会有问题出问题的话严重会怎样。所以我会建议你说，只要对方跟你开口，你就跟他说我先问一下律师对方一听他要找律师开始不高兴，说你不信任他，说我们一家人搞跟防贼一样，你自己也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什么算盘的嘛那最后来打一下广告，就是等一下业配会出现我高雄配合很久的律师如果你有房地产的问题需要咨询，那你就加 LINE 问问看就对了。我最近也去找他就是也不是什么法律事情就是属于一个防范于未然，我先把防火墙立起来这样。我真的不咨询还好，一咨询你知道你从网络上下载的一大堆什么范本那个都有够过时了，你知道吗法律会一直修法的，它会与时俱进一直修的。结果那个随便拿一个买卖契约书就说这份有什么问题，那个我还是网络查排名很前面的就你知道那个范本的版本号是什么时候吗？是2003年今年都2026你看你拿那个你网络上下载排名很高的，那你就拿去用，你看你会踩爆多少坑所以这次去问律师。讲完了，我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谈的借名登记这个事情透过一个实际案例，看到一个原本出于好意的行为变成信用灾难。那我也分析给你看说银行是怎么看待你的协议就算法院判你胜诉，也无法完全挽回你的信用。所以我的结论就是借名登记不是小事情，你如果真的遇到了有人要来，你不要签完才去找律师你签之前你就要去找律师了，充分了解这个后果，你再决定要不要借。当然我还是建议你就不要借最好，真的是你借他借名登记，换你自己要买房的时候影响到你没首购，你买下去第二个就变第二屋，降到了好在哪里？你看他会怎么补偿你？他不会补偿的啦，因为他就是要用你的首购而已最后我要问你，你认为哪种情况之下可以答应借名登记？A. 爸妈要借的话是可以的B. 兄弟姐妹的话就可以帮忙C. 有钱的话我都借但是价格问题谈妥我都敢签。在讲八卦之前来点干货，很多朋友会问我说阿元你房地产做这么久有没有口袋名单这不就来了吗？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我有的牌都在这里了，进去先点影片看我介绍，让你心里有个底然后就可以直接加他们的 LINE 了。买卖房子，台北找销店，高雄找林店，美术之星，这两位都是我的大前辈，我有问题也是直接问他们，你就直接敲就对了。如果你双北要装潢汉意室内装修嘛，很多观众朋友合作以后都觉得很满意。那如果遇到了法律上的问题，有顶尖律师可以帮助你。好啦，我有的资源都给你了，你有需要你就大方用，不用客气。最后我要请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每个月250块钱，直接抄我做好的重大建设功课。高雄自产老会员都跟超过1年了，没料的话大家早就跑了。最后也不要忘了帮我按下订阅按钮。YouTube 的后台跟我说有 74% 的观众还没订阅，这样都能超过5万人支持。如果你还没订阅，麻烦先按一下买房阿元 logo 旁边那个可爱的按钮，对，点下去就对了。这样我离10万订阅又更近一点，拍片的动力也会暴增。按好了吗？感谢你这么挺我，祝你老了有房又有钱。讲八卦讲八卦。那最近有很多，这不是最近，这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叫做合伙买房合伙买房。然后合伙买房到底是缺什么？缺人头什么的人头？首购的人头，反正就是一个人出他的首购资格然后由他贷款，其他的什么头期款那日后的贷款是大家凑给他的就是这样。然后结束以后一起分钱，或者说他就只拿那个人头费，大概1年10万，然后比较紧俏的10万15万，大概就是这样行情。好，那为了要获得，我跟你说市场中现在是不缺资金的，你知道吗？不缺，完全不缺。你看股票赚那么多钱，市场中缺人头因为现在看起来房地产只有首购可以贷8成，又宽5，对不对？所以各位股东就缴钱也很轻松你只要把房子租掉以后，只有付利息的阶段又没差所以一个优质的首购人头就是香鸡腿就对了。好，那个坊间为了要获取这个优质的首购人头有很多辩题呢，你知道吗？开什么？开课程
开讲座啦，然后跟你说房地产安怎都安怎，然后讲座现场都不会讲，就私下以后就会有人来联系，反正他们为什么要开那个免费讲座或者是一些什么200块付费的讲座，他们要人头真的是要人头而已。好，那如果是做这种合伙买房的人头会面临什么风险？主要有5大点第一是私自卖房，今天讲的就是不只是你去当人家人头也有那个就是人家就是你是出钱的那一方，你是去用人家的人头，因为人家合伙买房的操盘手不是你啊，他就叫你出钱而已啊。你想一想说，我买一个房子我已经撞到第3屋第4屋了，我根本买不了。好，可是我又有钱，有钱的话，我的有钱程度也没有钱到可以买断一间房子不贷款，那我就去找人去四处去洽购就会变成这样。好，那所以你今天人头在外，你自己控制不了的话，你怎么防范对方私自卖房？就名字是他的呢，所以就变成买下来以后那甚至就去做一个借款，假设他跟你借钱这样，然后你把你自己也设定一个持分在里面压在里面卡住如果这个要卖房的话，你要同意这样。那如果没有去设这个东西的话，你看对方是只要拿着印鉴证明权状建物跟土地以后，他就能卖，对啊，是他的名字然后这个登记的话也只是欠银行钱而已，他是能卖的好，那这样的话，那你出了钱，你就看他要不要还你啊。所以实务上还会做一个卡住他的动作，那一卡这狼头没送，你知道。然后再来是资产有被查封的风险这东西防不胜防就是你这个人头以政府的眼光来看是很优质没错它首购它可以贷8成，它可以宽5，它可以30年甚至到35年40年，超赞。可是你不能控制它的是什么？他要是在上下班途中不小心怎么样，就开车就撞伤人，开始需要大量的赔偿的时候怎么办？这是他名下财产你今天你认为他条件很好，你能控制他以后都不会发生意外吗？这个网络上都有相关的案例，他还有可能有什么外面有欠钱啊，对不对？他可能有卡债啊，你不要以为首购都是守身如玉他为什么到30几岁40几岁还在首购？就是财务观念有问题，都还没有到买到房子，除非他在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天价是真的买不起，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来的他如果有外债他如果有卡债，他如果有被一些法律纠纷，然后被要求偿，不好意思，你洽购的东西的房子是他名下的呢，他自己也不想卖，可是银行如果来查封他管你的就会变成这样。还有一个比较出名的，比较很少遇到，但是一遇到我跟你讲超级麻烦就是你这个人头怎样突然过世了，这谁能说得准呢？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觉得不会嘛，就会就会突然来个车祸，就跑步跑一跑以后突然心脏不舒服，安诺都安诺，对不对？好，这一下去以后，这个房子变成什么？变成他的遗产。好，那遗产那个他继承人就会继承到了。好到时候你当初签的这个人已经挂了，现在是他老婆是继承人，那你看他老婆要不要跟你们认这个东西这个都发生过，都是有实务的案例的。而且我们现在放长，你知道我们以前2013到2016投资客怎么玩就买，然后宽限期2年，2年就2年，2年到了无论如何就把它卖掉，涨多涨好不管就把它卖掉。所以它暴露在外的风险就是2年。现在为了要取得比较庞大的那个都要放5年，那2年的话好像还可以捏一下，5年的话你能确保说它未来不会有任何外债，5年之内都不能有，5年之后都不会突然怎样，很难嘛所以这个突然过世也是超麻烦的。然后这个人他用掉了这个狼头，他用掉了他一生一次的首购新青安，你觉得他要跟你们开价多少钱来平衡这个东西？要放5年呢？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是说他就突然结婚，然后就说他不要再背这个房子，因为这样影响到他的首购，新青安没有就没有了可是他要影响到他的首购，他要退出。好，此时你们要更换登记了，是不是很麻烦嘛？就是8个茶壶7个盖，盖来盖去，看什么时候穿帮这样。然后还有内讧啊，内讧就不讲了，反正房价大涨的时候，有人想卖，有人想留，你们股东那么多，那房价在平盘的时候，有人想卖，有人想留，好，那你们自己就先顶尖对决一次然后就是决斗吧，然后最后看谁出了钱多听谁的，其他人会怎样？他说他要退股他不玩了。好，那你就是其他的股东要
看要怎样把他的股份给他吃下来。然后他已经放钱在里面3年了呢，所以他说不能够是我3年前给你多少钱，你现在只偷了多少钱，我要加一点我的获利，大家再来玩 gay 一次。所以我跟他就麻烦了。那我们做房地产，我们就是自干就可以了哦，自干只需要对自己负责，然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这样子哦才能安安稳稳的实现什么目标哦？又是我常讲那句话，叫老了怎样，有房也有钱。